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徐伟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吧，了解一下这个人吧。我们结婚快10年了，他从来都不关心和尊重我，我不想和他过了。那个时候我年轻不懂事儿，现在我早已经改过自新了。他们一家人自私又自利，一点儿也没把我当家人看。那是他一直不信任和理解我，总感觉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张先生30岁，来自河北工人，有请。胡女士29岁，来自河北工人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孩子多大？我们孩子6岁了。孩子6岁，您想离婚？因为我觉得结婚这么多年是吧，我就感觉到他对我就是关心也不尊重我，就包括我生病大出血了，他都没回来看看我，我觉得特别心寒啊，寒心啊。对，您是想挽留是吧？我这么多年我已经改了那个玩游戏了，他还是对我不满意。行吧，咱们就听听吧，为什么一定要离啊？那你看，因为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上班，突然就没有意识了，然后我同事就赶紧去送我去医院，然后等那个我稍微有意识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，你这必须要马上做手术，因为你这是黄体破裂、大出血了，特别严重，然后你需要跟你家人联系，让他们过来。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，我就说那个我现在就是特别严重，需要做手术，你看。那不是我不去，是他不让我来，他说没事儿。没那么严重，他不让我来。怎么就不严重啊？什么叫不严重啊？难道我就死在那儿才叫严重，才叫事儿吗？你这不是说说您的委屈啊？不是你看，因为我们是经村里人介绍认识的，其实我们相处的时间不是特别长，就2个多月就结婚了。闪婚啊？因为当时觉得彼此还挺合适的，然后就结婚了。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怀我女儿的时候8个多月，我当时就特别的不舒服，然后感觉喘不上气来，我就喊他，我说你赶紧送我去医院，我现在特别不舒服，出不了气。然后他当时在玩游戏，他就是什么，你稍微等一会儿，我这现在紧要关头呢，是吧？你说我这么大月份了，我这种情况我能等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追过去了吗？我就着急去。护士站给你抽吸氧了吗？我就着急，我就走出去了嘛。那么大热的天儿，我挺着个大肚子，我走了3、4公里，我才走到我们卫生院。那我都到卫生院了，我也吸上氧了，你说你才追过去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就那个时候确实不关心，这你承认吧？这事儿你确实做的不对啊。是前几年哪有老婆那么大的肚子，说你还在那儿打游戏，这确实不对，是吧？那时候戴着耳机，我没听见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意识到这么严重。我要是我听到的话，我肯定会去管他呀。那几年是好玩，比较贪玩。再说这几年我已经把那游戏戒了，行，他还是对我不满意啊。行，我知道，那你接着说。这就算记下仇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当时可能年纪小，就觉得说不太会照顾人，然后我就想着说，可能孩子出生以后会好点，是吧？但是孩子出生以后，他还是那样。就是我坐月子，因为他没有工作，当时他就跟我在家带孩子，我婆婆公公有时候忙也不过来帮我照看孩子，没时间。然后有一次他就非得要去参加他朋友的酒会，我就说你别去了，我现在还坐着月子呢，是吧？孩子也小。然后他就非不听，他就非要去。我说那你去就去呗，我就叮嘱他你早点回来。然后一直到晚上快10点了，他还不回来，我就一直打电话，他就一直不接。那我不是回来了吗？一直到凌晨2、3点才回来。朋友聚会，那我说的能算了吗？这么多年都没在一起，就不能好好在一起聚一下子了？那我让你去，我也不是没让你去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得体谅体谅我？我还坐着月子呢，万一我要出事怎么办呀？行，那在月子期间，除了跟朋友聚会之外，表现得怎么样？还是那样3天2头不着家，就是爱玩。这月子愁，据说是女人一辈子解不开的，是吧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就听他们说月子结愁，愁深似海，是吧？你们这算月子结了愁了哈？他一直就是这样，没有太大改变。好，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委屈的？结婚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我付出也挺多的，但是他对孩子好吗？我这么问。
他对孩子也平常不是太多关注，因为孩子从小是我自己带大的。那孩子1周半的时候，我带孩子出去玩就出现意外了，被狗咬伤了。我当时带他出去玩，他就说要喝水，我就离开了3、4分钟，我去给他拿水壶的时间，我就老远我就听着孩子在那哭，我就赶紧往回走，老远我就看见有一个流浪的那种大狗一直在扑他咬他，然后我一着急我就拿着那个棍儿一边跑一边喊，等我过去把那狗吓跑以后，那孩子浑身是血。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联系他，我就一直联系不上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去医院了，然后转了好几个医院，人家都说因为孩子太小，咬得太厉害了，就治不了，就建议我们去那个省医院治。那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我也不认识路啊，又是赶公交，又是那个打车的，走了好多冤枉路，一直到了凌晨快1点了，我们才住进医院。当时那个医生见了我，你知道吗？医生当时他见了我就劈头盖脸骂我一顿，就说你们这个怎么当父母的，是不是孩子这么小伤这么严重，你们怎么看待孩子呀？我就觉得我说特别委屈，因为当时我也挺内疚的，我也不愿意发生这种样的事情。后来孩子因为伤势重，他就一直发高烧，然后就感染了，就住进那个重症监护室了，一直到第2天他才来。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就不关心也就算了，但是孩子现在这么严重，正需要他关怀的时候，但是他就又离开了。干嘛去了呀？那个时候手机没电，我在屋里边充着电呢。家里边有一养殖场嘛，我在后边帮他们忙呢，一直到晚上4点多我才看见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没接。后来第2天我才知道了。不是老婆孩子没回家，你不是去找吗？打电话没接吗？不是。后来我没接，你还不着急吗？你就算不在意老婆，你那孩子你也得在意。后来我不是知道了吗？第2天一大早我赶过去了。当时我看见孩子，我也挺难受的。是孩子这么小，伤势这么严重，我都想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会家里人都不知道呢？当时给他联系不上，我一直联系他，联系不上。不是你打不通电话，不会发个短信吗？你打不通他电话，你发个短信，然后还有婆婆、公公啊，村里的其他人啊，这。后来第2天一大早我们就赶过去了。不是你这也是睡得着觉啊？就这一晚上，老婆孩子都失踪了，你不得去找吗？急都急死了呀！当时那时候小嘛，不是贪玩。这几年为什么我改变这么多了？为什么对不满意呢？就是像我那个年轻嘛，那时候年轻，就是。我知道。那你这孩子后来怎么样？孩子住了好长时间，当时呢，因为住进重症监护室，花销特别大嘛。然后我就跟我婆婆打电话，我让她那个往医院打点钱，然后当时呢，她给我们打了5000块钱，因为我们当时手里没有什么积蓄嘛，然后我就希望她能多帮帮我，但是她就打了5000块钱。当时因为我给我婆婆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从电话那头我听着我公公说让她给我打1万块钱，因为当时我听着让她打1万，我就想着我说为什么明明你有1万块钱，为什么要给我打5000块钱呀？对吧？我孩子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就是留下那5000块钱没有打给我？别在那瞎说了，咱妈对咱什么样你不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家里情况你也知道啊，也得四处借钱呐。他为什么给你打5000？那5000肯定他们有急事儿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，咱妈对咱什么样？对孩子什么样？你不知道吗？那是亲孙女，那可能不管吗？我明明听见电话那头他说的是要打1万，但是他就打5000呀。他们肯定有事儿，有他们的难处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事情他不止这一次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我儿子以后，有一次我儿子也是一直高烧不退，然后我就那个有老二了是吧？对，有了我儿子以后。你还没回答我这姑娘怎么样？姑娘后来就治疗就没事了嘛。对你先得说没事儿了，我们这心还悬着。行，再说你儿子，儿子怎么了？我儿子一直高烧不退，就检查，医生说是因为脑炎，必须要住院治疗。然后住院以后呢，我婆婆就有一天就拿着1000块钱就过来跟我说那个，你看你们这儿需要钱，但是呢，我借人家钱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我跟人家说好要还人家那1000块钱，我就心想着，你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给我要花这个钱，还是要还那个钱呀？我就说，那既然你这么说，不行，你就先还人家钱吧。我当时我一说完以后，我婆婆就笑了，她就说，那我就先还人家钱吧。我觉得他们家都从始至终就不拿我当家里人看一样。这倒是多心了吧？那不是自己的孙子吗？是吧？他都是瞎说呢，他自己亲孙子他能不管吗？再说了，借债还钱这不天经地义吗？
那你还钱就还钱吧，还说那个还人钱就不能空着手去，到最后把孩子那桌上的水果拎着走了，就拿着还钱去了。行，听明白了，这也不能证明说婆婆就不把你当自家人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次最可气的就是她都住院了，全家人都没有告诉我，我老公住院了啊，一直到第2天早上我一直联系不上他，然后我才知道他出车祸住院了。那时候老二还小嘛，不是没告诉他，怕他担心。当时出车祸，我去了医院以后，他就是伤得特别严重，然后医生没生活费了，我说你给我打点生活费嘛，他就说不管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我没给你打钱，那你也不是维持了吗？那你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呀？这个怎么维持下来？我跟你说过吧，我是找我朋友借的。那我怎么信你啊？最可气的就是这个，每个月我把钱打给他，就留个生活费，还怀疑我外边有人。这么多年我怎么改怎么变，他就不信任我。我问问啊，您现在在外面工作1个月打多少钱回家呀？这个没准多的时候多少钱？7000多、6000多，少的时候4000多吧。自己1个月生活费留多少？500到1000吧。那你说都打回来了，那你怎么就有钱买手机？不是，我就没办法相信。这个就是我怎么变？我这几年我说是前几年是好玩，但是那时候不是你指的好玩是什么？是打电子游戏吗？还是啊？对对，就是好玩这个游戏。一吵架就拿这个事儿说事儿，还怀疑我外边有人，我怎么改他又不信任我。您是希望他能够相信你、理解你啊，是吧？啊，对，毕竟我们俩这么长时间了，孩子也大了，我真不希望跟他离婚，我俩好好过。懂，理解。您希望他变成一什么样？您愿意跟他继续过下去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我觉得他伤了我挺重的，真的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他不着4、6的，经常不回家的，什么都不管。好，没问题，听懂了。那咱来聊聊怎么离婚吧。怎么离？其实呢，我就是说，真的没想过离婚，就说没想过嘛。因为我现在孩子大了，我肯定要为孩子考虑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你还是不想离嘛。所以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嘛。是因为这次生病之后伤了心了，觉得他不来看你，对吧？对。再结合过去那些事儿，再加上先生说了把钱都交了，怎么还会有钱去买手机，加剧了你对他的不信任。所以这些事都堆在了一起，让你觉得这个婚姻有问题，对吧？对，我就觉得说你挣这么多钱，有时候你说打给我了，但是你还留那么多钱，你的钱都花哪儿了？不相信男人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了家里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核心点。行了，老师们看看这个婚姻应该怎么办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在想，这一个家庭多灾多难的，经历那么多，真的是应该2个人更齐心才对。你俩怎么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糟心？
别再愁眉苦脸了。我听你们俩的故事，就虽然说同为女人啊，这个月子愁这件事儿我深有体会，但是我也做不出那个如果我们……谢谢。男生不善言辞，一直说哎呀我这不是改了吗？你知道自己以前不好是吧？你买了4000块钱手机那事儿，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过去。4000块钱在你们的家庭里面意味着什么？你是知道的。这个手机在你们家庭当中算是大件儿，这得商量啊。你就敢自己买？你心上没有他们娘儿几个呀？哎，为什么现在有了呢？你告诉我，是什么让你改变了？感觉我看到别人家挺好的，我想，我改过以后，他也会对我好的，也会信任我。可是他身体不好，为什么你不关心呢？那时候话得有啊。对，这一点我没跟他说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我回来，他说不用回来。你需要打这个电话吗？如果你真认为他的病情最重要的话，你应该回来看看再走嘛。对，所以啊，自私啊，你不说我悔改就可以的，你拿出行动来，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？太自私了。你们之间没有交流，就是钱还抠着给，还给自己买手机，还不关注他，多沟通嘛。你为什么离不了？发生这么多事，为什么不走呢？因为你没有走的能力。你有工作吗？现在有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想工作了呢？因为孩子也大了，我不能总闲着呀。你知道你之前为什么被人家看不起吧？知道为什么人家给你抠索钱吧？因为你太闲了。你不仅闲，而且把责任会推到给所有其他的人。你生病怪他们吗？孩子发烧是他们导致的吗？每一次你都在说他们因为给的钱少，所以他们对我不好，所以我要报复他们，所以他们对我不好，我要抠着钱。他要你管你要生活费，你都不给，你看不给你也活着呢。你以为都是钱惹的祸吗？错了，是你自己没有能力，让人家看不起。你要独立呀，就这样。唉，就我整个听下来，感觉盲目、荒谬。是啊，前几年是我好玩，对你关心也少，以后我会多点关心，给你多点呵护，咱们之间也多沟通。我的工资条以后也给你看，请你多相信我一点，我以后肯定会变的，以后会改，会让你看到的。我还能相信你吗？还请你给个机会吗？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改，希望你能看到。哎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不是你为什么就不能笑一笑呢，妻子？就你要选择跟他在一起过，你就开开心心的过呗。哎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。各位请进。他每天胡思乱想，在他眼里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我就是想跟他一起开始新的生活，他为什么不能相信我呢？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张先生30岁，来自重庆，电工；邱女士34岁，来自四川，客服。欢迎两位啊！结婚多少年啊？咋认识的呀？结婚4年了，然后是那个亲戚介绍认识的。谈了多久结的婚啊？谈了将近1年吧。啊，当时谁追的谁呀？他追的我。对，当初是我追的他。哦，是你追的他。对。现在是你觉得婚姻有问题了？对，我觉得他就是有2心了，心不跟我在一起了，所以我就不想再继续这样折磨下去了。哦，就是我觉得你不跟我一条心了，我宁可不要你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说说这个
婚姻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是16年嘛，就是亲戚介绍认识的嘛。认识之后呢，也挺聊得来的。然后17年的时候就结婚了嘛，那段时间也挺幸福的。然后也没多久就也有孩子了嘛。可是就是说，在那个18年的时候，孩子1岁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因为意外去世了嘛。然后后来我们就矛盾了，就出来了。不哭啊，就她做妈妈其实很辛苦的，怎么1岁就去世了夭折呀？什么意外啊？当初我在外地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在外地，谁在照顾孩子？我在照顾孩子，就是那天是18年的11月2号，早上给他喂了奶嘛，然后就带去洗澡，洗完澡之后回来就发现没气了，就到家就发现没气了，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。洗澡的时候都很正常。对，就是去孕婴店洗澡，然后洗完澡就用那个婴儿车给他推回家嘛，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没气了。医院怎么说呢？当时就是立马就送去我们那个县城的人民医院嘛，就抢救了大概30分钟，也没抢救过来。是孩子先天就有一些问题？没有，先天没有问题，之前就是正常的，很正常。所以这个对夫妻来说打击很大，对吗？对。会自责吗？我肯定会自责呀，但是我本来就已经就是很难受，特别难受了。可是他呢，他也不理解我，他就一直在那里怪我。我从来也没怪过他，没有怨过他。可是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直在怨我呀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受呢？你是说过什么吗？没有，就是有一次我朋友来我家吃饭嘛。当时聊天嘛，就是他说今后要是有了娃娃，长大了跟我老婆一样的贤惠嘛，就聊天而已，就提到孩子了嘛，他在那里发脾气，跟我朋友撵出去了嘛。那明知道我刚丢失了孩子，肯定很难受呀，他还提这个，那我也是忍不住嘛。而且你还在那里附和，那你的意思就是在怪我吧？没有谁怪你，当初都是聊天而已。可是你就是在怪我呀。然后这之后嘛，就是因为我确实是心里太难受了，我就是看不了家里边有一点关于孩子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把它全烧了嘛。结果呢，他还偷偷藏起来，你藏起来就藏起来，你还故意让我看见，那你不就在提醒我吗？是我没把他照顾好吗？没有谁怪你，但是我都藏什么了？他藏孩子的照片。那就留1、2张嘛。可是我看见我就会难受，我就想哭。然后你会认为这是他在提醒你，是你没有尽到责任，所以孩子没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就吵架是吗？对。唉，没那个想法吧？没有，我就是想留个念想嘛。我藏到我手机那个壳后面的，不知道怎么被他发现了。那你藏手机壳里面，你明知道我喜欢玩你手机，你还藏那里，那你就是故意让我看见的呀。那张照片现在还有吗？没有了，还是被我烧了。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就难受。所以也许是不是会在不同的场景，一旦有什么触发的话，他就跟你冲突。对，他特别的敏感。有一次在电梯里面嘛，他也是一直在夸那个小孩子可爱。那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在的话，也会很可爱嘛。他就是在提醒我。就是人家小孩子跟我打招呼，我也不可能不理人家呀，出于礼貌性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俩现在就天天大吵是吗？没有，孩子去世后不久，2、3个月吧，我们就离婚了。因为确实是天天吵，吵的人确实是受不了，然后就离婚了。离婚之后呢？离婚之后嘛，然后后来就渐渐冷静下来了嘛。冷静下来以后呢，然后我觉得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然后我心里面其实还有他的嘛，我就又去找他了，找他复婚了。复了吧？复了。所以不是还是夫妻吗？对。那就往前走呗。可是又发生了很多事情。什么事儿呢？当初离婚的时候我就不愿意离婚，他来找到我，我就同意复婚。同意复婚没多久，他就说想要个小孩。我说暂时经济还不是很稳定，这暂时不要。他就跟我说他又去做试管，我就没同意，我就说经济有一点那个，我就缓一缓。他就帮他重庆自己的房子给卖了，他又没跟我商量。卖了房子做试管？对。成功了吗？没有。养狼就失败了，就没有成功。但是后来嘛，我也没有再坚持了，我也就是没有让他继续做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了，就自己又怀上了。
就自然怀孕是吗？对，这是那不是挺好吗？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打电话。好吧，那这不代表他变心了呀，而是代表你不在乎他了呀。没有，这就是以前不管我，他就这样子嘛。然后后面嘛，就是之前哦，他的那些微信头像呀，然后手机密码呀，是我说用啥用就用啥。现在呢，他就自己改了。不改了就改了呗。可是之前他都听我的，他现在就自己改了呀。自从那件事了，他整天拿个放大镜一样，整天我做什么他都监视着的。头像改了，密码改了。对。怎么会发现他改的呢？你天天查他的吗？我打不开手机了呀，打不开他手机了呀。你每天都查他的手机？只要在一起就会看一下嘛。那你发现他手机里有什么异常了吗？有啊，就是看见美团上有个地址是我不知道的，我问他他也不告诉我。那是个同事，他叫我跟他用快递寄份文件过去，我结果叫了美团跟他跑了一份文件过去，就这样啊。当时你怎么不说呢？当时我工作太忙了，有时候没时间忘了，我晚上回家也会跟你说啊。可是你也没说呀，还是我自己发现的呀。你是不是现在觉得他就不想跟你过了这个呢？对呀，他就做这件事情，就是我感觉他就是不想跟我过了呀，因为我就感觉他就是嫌弃我了，觉得跟我在一起就不可能有宝宝了，他就嫌弃我了。不是，还有什么蛛丝马迹让你判断他嫌弃你了？他之前嘛，就是说他出门嘛，不能说是邋遢嘛，但是也不会刻意收拾嘛。他现在就是每天出门就要收拾一下，那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表，肯定是有情况呀。但是我收拾打扮的时候，我买衣服的时候，同事也给你买了。那你为什么要打扮呢？你之前怎么不打扮呢？你给我买是一回事。男人嘛，有的时候在外面应酬，必须要打扮一下嘛。还有啥呀？还有就是，我们一直就是说住在我们的那个老房子里边嘛，这么多年他也不说装修，他现在就说来装修了，那你就是要抹去我们之间点点滴滴呗。你为什么突然说装修房子呢？因为那厕所漏水，楼下面投诉很多次了，反正这么多年了，那房子有的东西都全部坏了，装好也是我2个住啊。而且这装修不是也满足了你的心愿吗？把该抹去的痕迹都抹去，重新开始吗？可是他之前为什么不提呢？现在来提呢？他之前没有想到解决办法吗？我感觉他就是变了，他就是那种的，你看嘛，之前密码这些的都是我知道，现在也就不让我知道了。然后之前的也就是什么都听我的，现在就是不听我的了，他就是开始变了。所以你是想要跟他继续过，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他的注意，还是真的想跟他离婚？我就是害怕嘛，可能他现在年轻嘛，30岁嘛，怕他过几年以后呢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孩子也是一个遗憾，就会嫌弃我。然后我就想，与其这样子每天活在猜忌、怀疑，然后我每天不停地找他的各种的证据，然后呢这样拖拖拉拉的，还不如早点了断，早点各自生活。那你们有没有到大医院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，查一查基因，查一查两个人血型？大夫说你们还会有孩子吗？就是因为我这边有基因有问题，就是有50%的遗传机会。除了这个呢？没有其他问题。那就如果想要一个孩子，再接着要呗。可是我感觉他就是现在变了嘛。那时候是你追她的对吗？对。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我小，我自己家里面父母不在了嘛，我奶奶帮我带大的。当时我跟他2个结婚，我觉得他对我特别的好，让我回家感觉到有个家的温暖，所以说我就同意在一起了。恋爱期间他就对你好是吗？对，回家感觉到有家的感觉。他会让你觉得有家的温暖。现在这个家还有温暖吗？现在在家，说实话还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好多丧子之痛过后，夫妻2个人一直没有缓过来，除了彼此埋怨就是彼此埋怨。我曾经见到的我自己的咨询客户跟你们一样，但是很抱歉的是他们没有走出来。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总会去习惯性要去找一个原因，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。我们在找原因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没有办法忍受这种痛苦，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们2个在这不停地埋怨。但是我看到的所有经历丧子之痛的夫妻，最后能够走下去并且更好的在一起，就是因为他们彼此开始给对方关心和温暖，他们给彼此安慰。刚才你们在说到孩子去世的时候，你们2个都在哭，
虽然你们两个都在哭，但是你们没有一个人去安慰了一下对方，一句话都没有。所以我在想，刚才你说你们想好好的走下去，但是好好走下去有一个基础，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。那接下来你们要怎么重新过你们两个人最好的未来的生活？我觉得刚才我来看太太在说一句话的时候，我特别想告诉你一个，你一直在说这个男人变了，你一直在说我的老公变了，他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告诉你，他真的变了，他要是不变才有问题。你就想想你24岁的你和现在34岁的你能一样吗？一定不一样。所以这个男人跟你生活了4年，他一定会变，他经历了创伤，所以他想要更好的安抚你，他要变得跟以前不一样。无论装修家也好，还是跟你说话也好，还是做事情也好，他一定会变。他要是不变，你们就永远走不出去。所以我希望你能看到，变对于你们家来讲是最好的。房子需要改变，他的穿衣打扮需要改变，你的说话方式也需要改变，因为只有变，你才可以走出阴霾。而对于先生来讲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您可能太压抑了，就是你好想哭，但是你很容易就把你的哭忍住了。失去孩子你不难受吗？你一定难受。您真的看到他哭的时候您不难受吗？你肯定也很难受。你看到这个房子里你就想留一个孩子的照片，但是您都不让他，就是会很难受的。所以您既然难受，你不妨跟他说，您别压着。我希望你们两个好好的继续生活下去。是这样啊，我们把这个事儿换一个角度说，这个生命不能承受之痛，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是一样的，这个您认可吗？角度去看问题，不要用极端的角度去要求对方。我这么说，你可能能理解一点我想要表达的，对不对？我理解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我想跟女生说的是2个字儿：原谅。原谅自己。还是回到那件最令你痛苦的事情，我们不能逃避，我们不能把这个伤口就给它藏起来，然后呢好像不去看它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永远逃避不了。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，你们的所有的林林总总都是因为那件事情在发酵。你以为逃避得了吗？你能逃避这个现实，但是你逃避不了后果。我再问你，为什么不相信法医的权威的界定？因为你不想让自己是成为那个责任人，你一直不敢面对这个现实。但是藏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只有真正的理解接纳了这件事情，原谅当时的自己，我们才可能放下这些不必要纠结的事，无法挽回的事实，才能往前走。你始终活在过去，看着过去，在舔食过去的话，你怎么前进呢？所以原谅自己，面对现实啊，勇敢。他想保留那份念想，是对美好过去的回忆，而不是逃避。他没有逃避啊，你在逃避。他可以接受你，可以接受这个事实，他可以去用他所能的这种行动来抚慰你的伤痛，但是他有缺点的，不太善言辞啊，他不太懂得表达呀。但是你懂他的呀，你为什么一直在逼他呢？真正的爱是我们能够勇敢地从悲痛当中通过爱我们走出来，而不是以伤害怪责对方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伤痛。谁不痛呢？对吗？坚强，加油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就你们遭遇的这个悲伤，我没有办法复述，也想都没办法想。就是你们生活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的珍惜我们美好的未来。房子的事情，你说不装都不修都不装修。老婆，我要用我剩下的时间去陪你走完一生，哪怕我们没有孩子，我相信我们也会幸福的走完一辈子。我还能再相信你吗？放心，老婆，我保证不会，我能改的我尽量的改。我以前有不对的地方，我能改的尽量给它改好。请你相信我，老婆。他比你更坚强，真的要惜福，要珍惜他。谢谢2位，请回。
来，请关门。我真的希望丧子之痛，不要让2个其实挺坚强、挺不容易生活的人就此倒下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挺好，挺好。来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女友相识表白的时候呢，他坦白说他有过一次很短的婚史，领证了，但是呢没有办婚宴，没有一起生活。因为呢男方领证之后的争吵、辱骂等一些过分的表现呢，他选择起诉离婚。我并不是很介意，但是面临婚姻，我在考虑是否要和父母说，我更倾向于隐瞒，这样不对。对父母一定要坦诚，况且你的未婚妻她有过短暂的婚史，并不是她的错，所以不要为你们日后的婚姻生活埋雷，一定要跟父母坦诚相待。再一次的感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